陛下，宫中出事了，大批刺客正在靠近。是谁？幽冥寺余孽吗？还是他们来杀我？朕要死了吗？燕王殿下，幽冥司6队同时出动，直指昭明宫。天子为封中轴，地子为空四门，玄子卫随本王直入内殿。今晚尽可能抓点活口。他处处为难于我，却带兵擒王，不可能！这样的人，若要朕的命，也不过一瞬。燕王，6队刺客已全部伏诛，被俘获的刺客尽数服毒自尽。太干净了，幕后之人不想让我们查到任何线索。近来暴雨连连，朕欲兴修水渠，列位爱卿意下如何？陛下仁德，但国库空虚，实难从宽。边军缺饷，若陛下坚持开渠，需先从军粮扣除。朕知道了，就按王尚书和燕王的意思办。昨夜差点被杀，今日连一个休曲都不能说完，朕到底还算不算皇帝？昨夜他如何得到的消息？为何没有一个活口留下？刺杀会不会是他的安排？他可以如此轻易地闯进内宫？启我先祖，莫佑大周，国运昌隆，四海升平。臣当恪守祖训，躬行仁政，不负先祖之托，不负兆民之望。我叫元昭，大周史上首位女帝，也是个连真身都不敢暴露的帝王。以男子身份登基，为的是稳固社稷。可这朝堂漩涡，倒比战乱更磨人。先祖打下的万里河山，兆民期盼的安稳岁月，都压在我这副女子肩头。可我如今连一道旨意都难出中书省，又如何不负先祖之托，不负兆民之望？京畿水利年久失修，今夏雨水偏多，恐生内涝。朕亦拨款修补，以安民生。陛下仁德，心系万民，实乃大周之幸。但国库空虚，边军粮草尚且紧张，此时兴修水利，恐难从宽啊！边军缺饷3月有余，将士们戍守边疆，浴血奋战。若陛下坚持开渠，需先裁军屯田。朕知道了，就按王尚书和燕王的意思办。良在帝王，一道旨意难出中书省，王宠老奸巨猾，早疑我身份，整日盘算着废立之事，欲做那一引祸光。萧硕手握重兵，军中只识燕王，不认天子，干涉政务，染指财政，再放任下去，这大周江山怕是要改姓萧了。陛下，夜深了，喝碗安神汤歇歇吧。香烛，我最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陛下又受惊了，昨夜风大，本宫也是半夜才睡下。来，把这碗安神汤喝了。多谢太妃，朕昨夜梦到刺客冲入宫中，都是噩梦，陛下莫怕，有本宫在。燕王，昨夜的刺杀有些奇怪，6队齐动，但行刺路线避开了几个关键禁卫巡逻点，像是有人提前布置。幽冥司如此大规模的刺杀行动，没有内应是不可能的。得查，王宠的探子还真敢伸到他身边。燕王，
朕举荐一个小小从7品官，你也要插手？陛下尚无识人不明，臣为陛下止损。你当朕是什么傀儡吗？陛下，燕王对陛下或许并非全是恶意。朕知道他是大都督，朕知道他掌军权，朕知道他说的是止损。可是谁来问朕愿不愿意？百事里连一个小官也不能决定，朕到底算什么皇帝？燕王真是难得，今日愿以赏脸来此小酌。王大人有请，孤岂敢不来？陛下，燕王方才离开王重府，两人饮酒甚欢，直至更深夜分。饮酒甚欢，所以他真的与王重有所勾结，朕真成了他们之间的笑话。朕当真什么都不是。陛下，您别这样，您不能再倒下了。启禀陛下，臣弹劾吏部侍郎杜明远私通北狄，密谋刺杀，意图谋反。杜大人一向清正，朕不信他会。陛下，此乃杜大人与北狄密信，臣实不愿相信，但国事为重，证据虽可疑，但既涉外患，陛下须慎之又慎。将杜明远押入大理寺严查。不劳陛下费心。臣昨夜得到密信时，便已将命监察院将杜明远一家5口，连同府内仆役丫鬟尽数扣押。臣必定将此事彻查到底。朕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今日就让我喘口气吧。让我骑2步试试，成不？不成。不让我试，我咋知道值不值这么多钱？第一，你骑马跑了，我去哪找你？第二，这马烈得很，你要骑，带上钱，我们去城外试。又是草原来的，你这口音一听就外地人。我们上京做生意，先试货很正常的。上次我卖羊毛毯，你们京城人说明日付钱，结果我白等1个月，我才不上当。要试货就先给钱，天下哪有先拿货后给钱的道理？小娘子，你懂啥？做生意哪有这么死板的？你不会真的想一试就跑吧？你也是，外地人来我们京城做生意，说1不2的规矩，我们不会讹你。鬼才信！我第一次来中原就被骗得团团转，羊毛毯被拿走，钱没影儿。我草原人说话直，但不傻。那你是碰上坏人了，我们京师可不是人人都是坏人。喂，你的马我要了。喂，这钱太多了，你把钱拿回去啊！喂，你给太多了。不是要试吗？我替你试给全京城看。喂，这钱太多了，你把钱拿回去啊！喂，你给太多了。不是要试吗？我替你试给全京城看。这北狄人也并非王重与燕王所说尽皆蛮夷，至少这少年便比满朝的魑魅魍魉要真诚得多。当年姐姐远嫁草原，也不知现在如何了。哎，这左相府这几日夜夜灯火通明，戒备的像要打仗。不止戒备森严，听说王府的人说屋顶每晚都有轻微脚步声。更怪的是，那些脚步没偷东西，也没人看到影子。不是鬼吧？夜夜踏王重屋顶，这会是谁？若是刺客，早该动手；若不是刺客，不能再等了。今晚我必须去王重府看看。是他，他怎么会在王府？腿法不错，江湖人。力道沉稳，功力好深厚。姑娘深夜闯左相府，
怕不是也来摸王家的财宝？他没认出我。你是谁？王家富甲天下，为富不仁。我踩点半个月，今晚见时机差不多。姑娘一来，就坏了江湖规矩了。原来是道上兄台，那我失礼了。我自南方来，本想坐一票就走，既是你先到，我遵规矩，在下这就告辞。姑娘，留个名字。江湖儿女不问姓名。真有意思。陛下虽然春秋鼎盛，然国本未立，请陛下早日册立皇后，以安宗庙，以慰天下。臣等附议，却为国之大事，望陛下慎之。此事不急，改日再议。陛下，此乃国事，不容迁延。天下皆盼陛下开枝散叶，延绵子嗣。不可以，被揭穿，朕就完了。臣附议王尚书之言，陛下大婚，乃社稷之本，不可再言。燕王，连你也。臣为大都督，需保国之根基。陛下大婚，是定天下人心。臣以拟好人选，皆为京中才德兼备之贵女，只待陛下旨意，即可入宫。朕若立后，朕就死定了，绝不能允许，绝不能。朕再思量。陛下三思为国，不可为私，万望陛下成全社稷。请陛下成全。陛下先别急着伤神，也许燕王并非要逼陛下。香烛，你可知，他昨夜前往王重府邸，二人相谈甚欢，怕不是商议的便是此事了。为什么所有人都要逼朕？燕王，立后这种事，毕竟牵涉宫闱，我等五人是否不宜掺和太深？你以为我愿意？其一，陛下已至大婚年纪，有皇后在侧，有人照看，总比孤零零一个好。其二，若让王重独揽此事，将来立后的人情，岂不是都记在他一个人身上？王重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，我不知道。但立皇后这一步走得稳，对陛下来说不是坏事，只是陛下太年轻，看不懂罢了。谢家的谢瑶环，谢瑶环，礼部谢尚书嫡女，性情端庄，情义甚佳。据说容貌极好，极好，最好越好，越纯净，越好动。若入宫，便是另一番天地了，只怕能不负父母，不负自身。陛下，京中贵女名单已由礼部筛选完毕，请陛下预览，择日定选。朕再思量。陛下，宗庙大计岂容犹豫？3日后必当启动初选，请陛下安定民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逼朕？朕到底算什么？姑娘小心。多谢公子。是你的。谢谢公子。别动，我来。陛下，香烛小姐给您精心配制的汤已经炖好了。朕知道了。陛下，奴婢不识龙颜，罪该万死。无妨，这天下不认识朕的人多了，姑娘自便。太妃，这不过是……只是一场风中偶遇罢了。有时候最危险的棋子就是这种纯净的。
方才多谢陛下相救，姚环记在心里。姑娘保重，宫里路多，不宜独行。燕王，今日礼部带贵女入宫赏花，似乎有人与陛下在花园中相遇。陛下出现在那里？是。皇宫里盯着陛下的人太多。小姐，圣旨到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右相谢仲明之女谢瑶环，品行端正，秀外慧中机敏聪慧，淑慎性诚，册封为大周之后，钦此。臣女接旨。我要入宫，只能日夜陪伴在陛下身侧就好了。谢大人，姚环带入后宫，你可都准备好了？多谢左相美意，姚环能为国尽忠，是谢家之荣。你只需记住一件事，姚环不是为了皇帝进宫，而是为了这座朝堂。圣上与这朝堂本就是一体。陛下，姚环姑娘家世清白，人也温柔善良，若真成了皇后，也许对您，朕给不了她幸福，朕甚至会害死她。朕不想害任何人。皇后人选定了，谢大人的女儿姚环，左相默认了。谢家清正，这人选无碍，姑也会盯着，不让她受委屈。陛下身边也算多了个可以信赖的人。燕王，您就不告诉陛下吗？您其实是在帮他。陛下如今只会当姑在逼他。朕到底是不是做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决定？陛下，您只是被逼的。臣以为北狄愿扩大护市，乃两国休养生息之兆，其所请设立常属一事，可议。王相之意是准北狄在我京师设驻常属。是。北狄商贾，使臣往返，若无常属管理，一生纷乱。臣请陛下准许。臣不同意。右相才回朝，恐怕还未详细看过奏折吧？臣确未尽阅，但礼是不会变的。陛下，和亲可以，护市可以，唯独常属二字不合祖制，外族不得于王城治属，此乃祖宗明法，非臣等敢擅动。一旦破例，他日再有突厥，难瞒。右相说理，那孤便说兵，北狄常属若立，必有随从、护卫、使臣常驻。这些人来京师是来做生意，还是来查探？北营和4大边镇每年死在北狄刀下的将士尸骨成山，这常属若立，孤岛要去问问这些将士的英灵答不答应。燕王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北狄既愿通好，自当以礼相待。够了，此事朕尚需思量。礼法不可乱，边防不可轻，邦交亦不可断。退朝。陛下，廷议不顺。谢仲明和萧硕都反对北狄设常属，说是防患未然，没错。可朕从未觉得每个人都心怀不轨。陛下的意思是？朕认识一个草原少年郎，他叫阿勒坦，是个直爽的人，喜欢马，喜欢风，喜欢自由。朕见他时，他连朕的身份都不知道，只当朕是怀瑜。陛下，此人身份不明，又是北狄人，万一……朕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但阿勒坦是真诚的，爽直的。草原的风吹在他身上，没有半点阴霾。今日朝堂之争，
让朕越发想弄清楚，北狄真的是天生与我大周为敌吗？还是只是我们彼此从未真正看见过对方？陛下，您现在这个身份不能轻易涉险。正因朕是皇帝，朕更不能被蒙在鼓里。那些朝堂上喊得最大的声音，朕不知道信谁。香烛，世间所有人都把朕看成棋子，只有做怀瑜的时候，朕才能做自己。此刻的朕不是皇帝，朕是怀瑜。娘娘，人已到。是你呀。外婆，阿勒坦叩见。在这里别跪，这不是王庭，也不是那个宫里。你比我记得的高了许多，骑马的时候腰背还是那样直。母亲常说，我像她小时候认识的某位小舅舅。你们兄弟姊妹都像极了他。母亲，她常念着外婆，说当年离京时是您一直握着她的手。是我没护住她。我来京不仅是为见外婆，母亲与叔父说，大周如今已非往昔。他们说的不错，大周的兵不弱，粮也不缺，城池更不是一朝可破。可如今的大周是靠一个人硬撑着的。燕王，边镇军心在他，朝堂威慑也在他。只要此人稳，大周便稳；此人若乱，天下自会塌下。阿勒坦，你母亲远嫁塞外，受尽寒苦，不是因为大周弱，而是有人强得她必须牺牲。我不是要你复仇，外婆只希望你母亲的孩子将来不必再低头。外婆放心，孩儿记下了。这是他小时候最爱的桂子软膏，你若回去，替我交给他。外婆，母亲若想回京，您会接她吗？他若愿意回，我永远在这里等他。庆儿，你的孩子长大了，这天下也要跟着变了。外婆说的那句让孩子不必再低头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阿勒坦参见右贤王。见过你外婆了，那你外婆可有说什么？她说大周虽强，但只靠一个人撑着。燕王萧硕，大周大军魂所在，若非他那老子当年拼死反扑，你的父亲也不会倒在阵前。你母亲的仇，你们外祖一族的屈辱，你以为靠护士、靠马架能换回来？告诉我，阿勒坦，你在大周京城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强大但摇摆的大周，也看到了并非人人都是我们的敌人。你还太年轻，人心软，刀就钝。你母亲把你托付给我，是要你成王，不是成诗人。娘，你在京里受苦了。我见了外婆，她很好。她有没有怪我？她只是想你。阿勒坦，大周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。母亲，你真的愿意与大周为敌吗？那一年我被交出去时，没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等我想明白时，我已不是大周的女儿了。可，外婆说她愿意等你回去。回去？回去做什么？站在那些让我远嫁，让我丈夫死在他们刀下的人面前。但你若有一天愿意为自己、为我族争一个位置，母亲会站在你这一边。开弓之后，剑士便不能回头了。陛下，您又一夜未眠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边镇军饷不可拖延。军饷自然要保，但经济水利、赈济同样紧要。大周非只靠刀兵立国，刀兵不稳，陛下连这座宫城都未必做得安稳。他永远是这样，用现实堵死朕所有的路。退朝，
气死我了！陛下，消消气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被毒死，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。我是不是还不够像个皇帝？王宠这几日防得太紧，想必是真的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姑娘，上回不是说好了不再惦记王家的财宝，这么快就要食言，可是坏规矩啊！原来是你。我最近听说王家还有件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哦，什么宝贝？据说有一张北狄祭天圣地的藏宝图，你说这东西值不值钱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江湖人嘛，自有江湖的耳目，问那么多做什么？我只问你，这宝贝你要不要一起去取？姑娘，这是怕自己身手不够，想找个帮手。谁说的？只是我一个人拿了，未免太不讲江湖道义，不如咱们一人一半如何？一人一半倒也讲究，不过王府防得紧，若只是今晚贸然潜入，不免惊动太多眼线。咱们先切磋一场，看你配不配做这买卖的同伙。你这是怀疑我？江湖规矩，刀剑见真章，能在屋顶上跟我打上几回合的女人不多，我总要知道你是不是那一个。好，我还怕你不成？那就一言为定，今晚先散。装什么江湖浪人？身上的杀气和军人气息一点也掩不住。他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？大人，真的要带上那位女子吗？终究是个来历不明的人。来历不明的人，朝堂上不是更多吗？他盯上的是王家的宝贝，而我想要的也是那东西。目标一致的人，比披着忠臣皮的恶狼可信得多。若殿下要跟他比试，可别被他看出路数才好。这个自是不会，姑却实想看看他的剑，到底能不能托付一用。倒是会选地方。你没吃。你若不来，我可就真要坏规矩了。茶先喝。不急，你不是说要看我的剑？也好，开始吧。你先。好身法，你之前果然留手。现在也没出全力。好剑，根基不错，不是野路子。我当你是在夸我。喝茶。我还以为自己也不算太弱。确实不弱。你比我强，我知道。我打过仗。怪不得你出剑的时候果断至极，不像是只为了赢，像是为了活下来。今日算我输了。你没输，我出了3分力，你却能应付。这买卖你够资格。那就说定了，王家的宝贝咱们一起取。不是说要一起夜探王府吗？今晚他不来吗？陛下，今夜还要出宫吗？他说要一起，却也没说一定是今晚。可若我不去，他会不会以为我失约？陛下，王宠府邸近日不太平，再三往返，终究危险。香竹，我只是去看看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兄台这么早就到了？毕竟是去取无价之宝，可不能怠慢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在等我呢。对了，我叫怀瑜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？小七。萧兄的剑我领教过了，萧兄的茶我也喝过了，这一次换我请兄台喝酒吧。3日后云鹤楼3楼包间，我在那儿等萧兄大驾光临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嘛。宫里来旨了，明日入宫，先行学礼，再听旨意。女儿明白。入宫之后，谨言慎行。你是谢家的女儿，别给人抓住把柄。姑娘，这是上衣局送来的颜色，说是入宫要穿的端正，不可艳。端正？
原来连颜色都不是我能选的。陛下，夜深了。怎么会是他？陛下，识得此人？不识得。谢姑娘，时辰到了。进去后别怕，谢家在。女儿不怕。抬头。臣女不敢直视龙颜。规矩学得很好。朕若说别进来，他会走吗？不会，因为他没有退路。起来吧，从今日起，你在宫里要学会更聪明的活。臣女谨记。殿下，这身衣裳倒是少见。太过张扬不合适，太过随意也不合适，这样尚可。只是喝酒而已，殿下何必？闭嘴！他会来吗？萧兄，失礼，这是同一个人。怎么，我这样不好看吗？不，很好看，只是有些意外。这地方是我偶然听人提起的，清静不吵。确实很适合说话。今晚不谈剑术，也不谈王重家的财宝。那谈什么？谈江湖吧，你不是江湖人吗？你觉得我像？像又不那么像。那你呢？怀玉姑娘又是什么人？我啊，不过是个想喘口气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会羡慕那些能随意在酒楼里挥洒自如的人。萧兄这样看着我，我会以为自己真的只是个普通姑娘。今晚你就是。我偶得一首小曲，唱得不好，萧兄全当听个消遣。山河表里潼关路，梦西土一惆怅，伤心心寒情心处，宫阙万千都走了头，谁百姓苦，百姓苦。这不是消遣的曲子。唱的人心里想的多了些。你方才唱的像是走过无数地方，你这样的人在这世上只怕不容易。我家也算是数代为官，自小听长辈训的多了，什么天下百姓兴亡盛衰，耳边念的久了，难免学了几句。萧兄见笑了。怎么会？倒是听得出来怀玉姑娘家学渊源。京畿卫巡夜，闲杂人等退避。萧兄酒敬了。姑娘保重。江湖路远，若有缘，望萧兄珍重。
别动！这些人出现，今晚城里恐怕要出事。你怎么知道？别问，你现在就走，立刻！之前宫里发生刺杀的那次，怪不得燕王带兵来的那么快。可若真要出事，我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城内那边时辰快到了。哼，快走！已是3更，宫门再过一刻便要合上了。怎么还不回来？去问一声值夜的人，记住不许声张。是。陛下，若是我没跟过去，他也不会受伤。若是我肯听他的，小说，撑住！小说，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！太妃娘娘，陛下今夜未回宫，本宫知道了。城外突发状况发生混战，其中疑似击伤了燕王萧硕。疑似人被一名女子带走，身份不明。继续查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去请谢仲明立后之事不能再拖。这是皇城脚下，百姓生活已经如此不堪了吗？能不能求一碗粥？我家里有人生病。好，你稍等。多谢。一定要等我回来。还活着，张嘴，求你了。父皇，别罚了，娘亲别哭，孩儿好想母亲，别走。陛下偶感风寒，太医已诊，无甚大碍，今日退朝。怎么这都第2日了，郑王都不在。太妃娘娘，陛下依旧未归。我不能倒下，让我靠一会儿。刚才我看这附近的景象，离上京只怕挺远了。若此刻折返上京，至少要走到天黑。夜路无照应，还带着伤，这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候。你不该卷进来的。我知道。有件事我该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江湖人，我叫萧硕，当今朝廷的大都督。燕王，你愿意告诉我，我很高兴。眼下最安全的地方，不是上京，而是北营。北营是拱卫京畿的精锐之师，我是他们的统帅，在那里我能保证，没人敢动你。如今，你最好是随我一同前往。我跟你去。有人在此过夜，且有伤者。走得不久，但方向乱了。晚了一步，收队把消息传回去。
香烛姑娘，燕王府那边还是没有回音。陛下，你到底在哪？备马去北营。燕王，命倒是应，不过下回就不一定了。燕王，燕王，殿下这时待未来王妃来任营了。话多，闭嘴。昨夜各营无异动，若再遇突发刺杀，按殿下之前定下的方案，3刻钟内可封锁京畿要道。军医呢？已待命。姑娘放心，到了北营，没人敢乱来。万幸未伤经脉，否则这条右臂只怕难保。多久能动？至少还需静养数日，不可再。奉诏，节制京畿诸营，开门。开营门。衣冠止步，中军大帐。燕王在不在？在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燕王殿下，内廷的女医到了，还持有节制兵符，被我批封。陛下已经3日未归，宫中对外称风寒闭门，但我立刻领兵入城。北营骠骑营准备开拔。这香烛姑娘自前年一别，越发漂亮了。怀玉一直记着姑娘医术高明，当年若不是你，我这风寒怕是早就拖成顽疾了。怀玉小姐居然认识香烛医官。殿下见笑，上尉随家父入宫为医官前，曾在民间行医，那时给怀玉小姐看过病，算是有缘。所以今日再见，真是巧得很。燕王，既然有香烛小姐在，我与她一同回城便是。你伤势未愈，不必亲自送我。陛下失踪3日，本王既是3军统帅，当然非去不可。那便同往吧。议会进城后，我先走。陛下是要赶在燕王之前回宫？对。那燕王殿下若问您这几日去哪儿了，我就说出去逍遥自在了几天。那他肯定要发火。哼，他发火是一定的。到时候你过来打圆场，一边说担心我，一边也轻轻责备几句。臣明白。差不多就这个意思。我去辞行了。燕王，感谢相送，你有公务在身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家就在附近，先行告辞。那怀玉姑娘保重，后会有期。燕王，后会有期。好了，现在我是皇帝了。陛下。燕王深夜入宫，何事？何事？陛下3日不见踪影，满朝上下乱作一团，问我何事？不过出去微服私访几天而已。微服私访？香烛小姐都找到我那里去了。身为帝王，擅自离宫，3日不归，你知不知道这3日？陛下，您这次确实太让人担心了。臣几夜未眠，满宫都在找您，就算您觉得宫中烦闷，也不能这样不告而别。是朕考虑不周。下不为例。陛下若再觉得烦闷，可召孤入宫议事。果然，他一定会发火。奇怪，以往只要孤稍有忤逆，他不是当场顶回去，就是冷着脸跟孤僵着。今日倒是一句也没顶。也是，这次确实是他过分了。身为帝王，擅自离宫3日，换了谁也说不出理来。他理亏，自然无话可说。王崇王大人到。王相深夜到访，不知何事。赈灾事宜全赖谢大人劳苦功高，只是近来还有一件事要麻烦谢大人。但凭王相吩咐。陛下已达弱冠之年，后位不可久空。礼部当早日准备立后大典，拟定章程，还望国公大人多操劳。
谢某分内之事，有劳王相费心了。陛下，准皇后入宫学礼已近尾声，礼部已拟定例后大典章程，若无变更，3旬后行大典。另请燕王殿下，均宜护卫诸事，可有异议？礼后乃宗庙礼制，非军务所辖，礼部既拟，按制行事即可。既如此，便依诸位爱卿所言。臣遵旨。只要朕不说破，朕就必须娶她。这份爱，朕给不了皇后，朕也给不了自己。谢姑娘，太妃娘娘召见。是。太妃居然现在召见我。臣女谢瑶环叩见太妃娘娘。起来，近前些，让本宫看看。谢家门第清贵，你父亲又是右相，王相也看重你。臣女惶恐。无需紧张，你若入主中宫，简直是天作之合，燕王自然也会支持。若能陪在陛下身侧，我定会好好侍奉他，好好爱他。去吧，姚环，本宫有些困倦了。民女告退。朕不挑明身份，就会亲手把朕和谢瑶环推向可怕的深渊。朕若继续坐着不动，命运会替朕把一切办得体面。够了，怀宇，该你上场了。怀瑜姑娘，萧兄，久等了。不久，是我早到了。日出很美。萧兄久居上京，可知道这附近有什么有点特色的美食？不瞒姑娘，萧某一介武夫，除了上朝，倒是习惯在军营。那正好。那我们去集市逛逛吧。我经常来这边，这里好吃的可多了。这个你一定要试试，怎么样？确实不错。是吧？那边那家也好吃，还有那一家，你一个本地人还没我熟。那今日就劳烦怀玉姑娘带路了。看不懂吧？这是符咒。什么符咒？那是大秦的文字，写的是来自君士坦丁堡。君士坦丁堡是大秦的都城，每次来店主都得拉着我讲半天他家乡的事，说那里遍地黄金，还要坐好久的船才能到。听得多了，我也就记住了这几个词。哎呀，怀瑜姑娘，稀客，有些日子没来了。萧兄，这家店除了你，我没带旁人来过。那萧某荣幸之至。
哎呦，那位郎君好生俊俏，这气度可不是寻常人。萧兄，要不要上去坐坐？怀瑜姑娘，我萧某绝非流连烟花之辈。这里可是上京最好的青楼，里面的女子个个国色天香，又通诗酒。萧兄年纪也不小了，若不嫌弃，我倒认识几家府邸的小姐，可以替你牵线搭桥。我心早有所属。哦，她行事果断，眼神清亮，常年常见半身，笑起来时像是不把世事放在心上，可转身却比谁都认真。那就是我今日的打扮不合你意了。真好看。夜深了，若姑娘不便，我今夜我不想走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怀瑜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府上在何处。我萧某绝非薄情寡义之人，既已如此，便不会仅当做一夜之事。今日我一定亲自赴京登门拜访，明媒正娶，绝不委屈你。3日后还是这里，我来接你。好。陛下又是一夜未归。我知道你会问，我和燕王在一起了。昨夜我们没有回避任何事。陛下可想清楚了。最初我对他有很深的误会，以为他冷漠疏离，只知权衡，甚至对朕有敌意。后来在屋顶相遇、相识、相知，我才发现他并非如此。他想的比我远，比我深。他为我负伤那一次，其实我已经明白了，我爱上他了。可我还是皇帝，不仅仅是怀瑜，皇帝不能凭一己之心行事。直到北营那一夜，你也在，我看见他并不只是爱怀瑜，他同样把元昭放在了责任里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若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敢握住，那这皇位坐得再稳也只是空壳。所以陛下决定了。我决定了，3日后我会带他回来。奉命而来，右贤王说时机已到。告诉右贤王，关键的一环还在燕王。明白。今日到此。是，再过些时日，立后大典就要开始了。陛下，等大典之后，我便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侧了。我会是一个好皇后。会不会太素了？不素，好美。那这只步摇呢？这个太张扬了，今日不合适。3日了，正好。陛下，陛下，是喜脉。你确定？不会错。我和燕王的孩子，只是脉象上不稳。陛下现在绝不能外出，情绪不能大起大落，更不能奔波。眼下也不宜见燕王，哪怕是好消息，一切以胎儿为重。称病不朝，今日之约暂缓，不是不见，只是
现在不能。是。这段时间只怕是苦了燕王。我是不是来早了？无妨，早一点总比迟到好。他说过的3日后，是不是我说的太急了？负荆登门，会不会给了他压力？他不会无故失约，那一定是出事了。对不起。我等，我会等，不会有事的。怀玉姑娘，公子何事？陛下偶然危急，需静养数日，即日起暂罢早朝。危急？这已是第几次了？陛下贵体为重，只是国事繁杂，群臣忧心。不若则众臣入宫请安，也好安心。陛下吩咐，静养期间不见外臣，还请王相体谅。他就是这样，照这张画找画师。殿下，画100张。殿下，城中城外都查过了，暂时没有消息。他若不来，总会留下些什么。萧兄，你是在等我吗？客官，我们要打烊了。知道了。近半月来，北狄诸部频繁调动兵马，斥候所见，军粮、马匹皆有集结之势。虽未越境，但行止反常，请边镇与京畿诸军严加留意。殿下深夜驾临，可是兵部那边有关北狄兵马调动之事？不是，故今夜前来，是为了一件私事。孤身至谢相，突身书香世家，谢氏与京中诸多士族门第素有往来，故想找一个人。对了，谢家大公子有些时日没见了。不孝子，道劳燕王惦记。此子自小就不爱读书，4书5经翻不过3页，却偏偏喜好舞枪弄棒，也没正经拜过师，整日游手好闲。他倒曾说过一句混账话，他说这世上只有燕王殿下配当他的师傅，我谢家子孙何德何能让燕王垂青？前2年，他自己做主去了京畿南营，说是要隐姓埋名，不靠谢家的名声，要自己搏一条路出来，倒是有骨气，让殿下见笑了。因萧硕出京，则大事可期。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通知各部削减辎重用度，这次不去打京城了。将军的意思是，与往年一样，全军四下活动，劫掠村寨，虚张声势，务必引燕王离京。只要他带出京畿兵力，周朝内部自会乱作一团，我等内应便能里应外合，便可一战灭国。是。母亲，我想问一件事。问。当年你为何会嫁来北狄？那一年我16，昭儿才4岁。姐姐不要走，不要抛下昭儿。阿姐，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等你长大，我就回来看你。妻儿，委屈你了。母亲当年是不情愿的吧？愿不愿意有什么用？
我若不去，边境就要死人。可他待我很好，他不把我当县吏，他尊我，护我。那后来呢？父王如何会死？可老燕王背信弃义，是两国盟约如无物，派兵偷袭，杀我臣民，害你父王。所以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阿勒坦，我要你杀了萧硕那个。南下抢粮夺城，复仇，凡挡路者杀无赦。杀！殿下，云鹤楼那边还是没有消息，城中贴出的画像也未见回报。他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怀舆不见，陛下不朝，北狄在边境试探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燕王殿下，陛下还在静养，太医嘱咐不见风。静养了半个月，偶感风寒，至于半个月见不到人吗？朝中积压了多少折子，他不知道吗？你这个医官是怎么当的？陛下到底是病了，还是……燕王殿下息怒，既然殿下这么想见，那就随我来吧。怀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皇宫，这是龙榻，你怎么敢？这燕王看了半个月的奏章，火气这么大，要不朕给萧兄倒杯酒降降火。开始吧，萧兄，我偶得一首小曲。张嘴，怎么我这样不好看吗？还没我熟，我来接你。原来是这样。燕王殿下，陛下身体不适是真的，您抱得太紧了，会伤到陛下的。萧硕，你要当爹了。便是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近1个月，北狄在边境不断试探，我也觉得这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图谋。我责无旁贷，可你现在……你是统帅，守边是你的职责。放心，我还在这。京中我已经布好，京畿4营、边镇都在我手里。朝中政务，你若有不决，可多与谢仲明商议。此人不偏不倚，心在社稷，礼部已是虚职，不如调他分管吏部。中书清明，你便稳。我记下了。萧硕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躲在任何人身后。风暴将至，但这一次朕不再是孤身一人。今日这套通阵，赵都统演练了有10几次吧。嘴上说无所谓，动作一个都没放过。嘀咕什么？回营。好了，操演完了，这点破事总算熬过去了。走，去城里。今日我请，听说暖阁又新来了姑苏的小娘子，哈哈。赵都统，又怎么了？都督有请，说是有急事相商。急事？我治下的马军战力摆在那儿，还能出什么岔子？行了，散了，我去挨骂。都督，过来。这是哪儿来的？京畿外围已经发现好几份了。都督的意思是，你带人沿京畿巡查，把这些东西都收缴干净。这种东西
不该是上京卫禁军的差事吗？若这上头写的是真的呢？是真是假，也不是我一个马军都统能议论的。末将只知道军令在身，照办就是。去吧。有些不对。谢相到了吗？已在偏殿候着了。香烛，给谢相看座。谢相应该还是值得信任的。幽冥司一个小小的邪教，闹得整个京城鸡犬不宁，却久查无果，不知谢相有何看法？燕王离京前曾与我论过此事，尚无定论，不知陛下的意思是？私下奏对，谢相也不用与我打太极了。禁军上京卫都查过了，能养这么多甲士的，怕是只有军营。兵部名义归王叔相辖制，实权却素来掌在燕王手里。陛下想查，还是要靠燕王。燕王离京戍边，边关战事紧急，王崇权欲太甚，若给了他清查两军的权力，朕信不过。朕能信的只有谢相你了。全凭陛下吩咐。委屈谢相调任兵部，查明真相，让王相兼领吏部，他不会拒绝的。臣定会为陛下查明真相。燕王离京前曾与我言明，领兵之将掌不堂之权，对朝廷实非良政。朕有意让谢相、王相其意兼兵部诸事。兵部本就由王相辖制，此时自是应该由王相兼任。朕觉得不妥。王相前些日子举荐的人下放地方后，清正廉明，名怀其德，皆是良才美玉。既然王相有此才能，不如让王相转任吏部，谢相兼了兵部。既无异议，便如此吧。着中书省拟旨。遵旨。西北方向发现敌情。东北方向发现敌情。刚走不久，最多半个时辰。追！将军，前面商队和村子。那帮蛮子不疑轻甲，兄弟们，甲胄齐备，太过沉重，追不上啊！你带一队人接应，后方辎重队就地扎营，其余人卸甲换马，继续追。将军，我说卸甲，听不到吗？前方云雾缭绕，若有伏兵，撤！见字如晤，兵势凶险，吾心甚念。幽冥司久寻无果，彻查西军之事，还需你帮忙。兵部诸事我已安排妥当，王崇也已上钩。胡乱杀边关百姓，
算哪门子的报仇？我要的是萧硕，是和他堂堂正正的一战。陛下顽疾未愈，需静养调理，近日仍无法亲临朝会。臣斗胆，陛下近3月仅临朝一次，臣等实在忧心圣体。谢相所言，亦是臣心中所虑。陛下龙体关乎社稷，若久不面圣，仅凭衣冠一眼，恐难安群臣之心。王相，陛下新晋将吏部重任托付于王相，这是朝中最要紧的部门，王相当慎之又慎，莫要辜负陛下的信任。至于担心，王相这是在质疑什么？是质疑陛下的天命所归，还是质疑我香烛身为第一医官的医术与判断？谢相放心，诸位的关心与挂念，香烛自会一字不漏转告陛下。有劳。谢相，请。臣叨扰陛下静养了。谢相言重了，3个月未见，谢相劳心了。臣不敢言劳，只是陛下久不临朝，臣等难免忧心。谢相放心，陛下并非大病，只是近来身体有些不适。近3个月，陛下时常浮肿发痒，每日需按时泡药汤，每个时辰至少半个时辰。此症虽不伤根本，却极影响观瞻。香烛以医官之名担保，陛下绝无大患。不瞒谢相，朕自己照镜子都有些看不下去，全身浮肿又痒，若这样坐在朝堂之上，倒不如不见。既如此，陛下安心静养便是。是臣等多虑了，京中诸事，臣会尽力稳住。有谢相在，朕放心。兵部事务，谢相已接手3月，幽冥司之事可有进展？正欲向陛下回禀，臣接手兵部已逾3月，这3个月，臣并未着眼于人事调动，也未大规模巡视军营。臣选择先查账，兵部各营的军需、军械、修缮、调拨，臣一一过目。其中燕王嫡系北营账目最为规整，自不必说。但南营的账目也很干净。干净？太干净了。起初臣以为只是账目做得好，直到臣查到了一笔旧账。今年年初，时间恰在京中发生那场幽冥司刺杀之前。继续。南营在那段时间打造了100把剑。军中添置兵刃并不罕见。若只是寻常兵刃，确实不值一提，但这100把剑规格异常，单把造价是普通军官配剑的10倍。于是顺着这条线继续往下查，直到臣找到了底单。底单之上详细列明了铸造规格，剑身比制式军舰短，重心前移，护手内敛，便于贴身出刃。虽不利阵战，却极利于近身突刺、暗杀。这不是军中用的剑？绝不是。灯下黑，只怕诚如陛下所言，灯下黑，极有可能已渗入南营。另有一事，臣需向陛下请示。谢相但说无妨。臣女姚环入宫学礼，已满7日，按制学礼祭毕，立后大典，是否也当择日启动了？朕明白。谢相，立后大典这等大事，还需给些时日。以臣衣冠之责，亦不敢让陛下此事操劳。礼部本就在谢相掌管之下，相关仪制、择日、章程就有劳谢相按制推进。臣遵旨。待陛下龙体康复，臣再做安排。
有劳谢相。陛下，朕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谢相近日辛劳兵部在手，诸事可还顺当？尚可，兵务繁杂，但有章可循。陛下久未临朝，群情渐躁，立后之事，怕是也不能再拖了。王相所言不差，立后本就是礼部之责，臣已着手准备。只是陛下近日身体确实不适，立后大典毕竟是大事，总要等陛下康健之时再议。此事我礼部自会妥善安排，不劳王相再挂念了。如此甚好。灵泽寺是太妃在宫外的。陛下，不，绝不可能是太妃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旧宫年岁已久，虽经修缮，终非长居之所。念太妃清修多年，特择新宫别院，供奉如旧，起居无缺，以安静养。自今日起，太妃暂不必理外务，一应往来由内廷代行。钦此。臣妾遵旨。太妃日常用度仍按旧例，膳食、衣冠、供奉皆未裁减。奉旨自今日起，此院封门，无陛下手诏，不得外出；无内廷通传，不得会客。北狄近月几乎未再扰边，燕王已遣人回京探路，恐怕不日即返。什么？阿勒坦、元庆，一个比一个不中用。萧硕一旦回京，不能再等了。硕，我身孕已6月有余，近来走路都慢，转身也要人扶。你儿子偏偏精神得很，夜里踢得我睡不安稳。朝中之事我已尽力撑着，谢相尚可托付，只是立后之期，再拖便说不过去了。你若再不回，这孩子怕真要认姚环做母了。昭儿，边境近来确实缓和，我亦觉反常，但既无大战之事，我已命人整备行装。无论朝中如何，你与孩子，我必亲自守着。陛下，若燕王回京，局势或可逆转。正因为如此，有人要坐不住了。陛下久未临朝，国事多由诸臣共议，臣本不欲多言。然近日京中外阵流言四起，若再讳莫如深，恐反生疑惧。所谓当今天子，非真龙之身，而是女流假冒。此等传闻，既已人尽皆知，若不在朝堂之上正本清源，只怕有损国体。王相此言不妥。谢相以为何处不妥？其一，此等所谓传闻，无照无证无实据。其二，朝堂议事议的是国策、军政、法度，不是街巷流言，更不是可以随意揣测天子之身的地方。谢相此言是否过于武断？若只是流言，何以遍传京籍？若无根由，何以久而不散？我等身为辅臣，难道不该替陛下、替社稷问个明白？王相，若今日连传闻二字都可以拿来议政，那明日是否连陛下是否当为天子，都要交由街市裁断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朝堂上今天真有人提了那事儿。哪件？还能哪件？说当今皇帝是个女的。胡扯！天子怎么可能是女流？这种话也敢乱传？可这话现在京里到处都在说，连王相都提了。王相提了，就一定是真的？真假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要真是假的，怎么会传这么久？要出事。
赵都统，这么晚了，何事？都督请赵都统立刻前往中军大帐。都督，这2日城里可热闹了，暖阁新来了几位娇滴滴的小娘子，我正想着哪天请都督再去一次呢。哈哈，你这小子满脑子还是这些。今夜王崇王相有令，已领你那500骑，我带1000不足，随我入宫评判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赵兰肝脑涂地，誓死追随都督。报，南营有部队开拔，向京城方向行军。多少人？约1000余人，骑兵部族皆有。对外称奉命平叛。都督平叛，1000余人夜入京城，本就反常，请即刻出兵，一步入城，一步直扑南营。兵符呢？命令呢？我北营未得兵部调令，未见兵符，贸然开拔，便是煽动京畿兵马，这是死罪。可若南营真是叛乱，若不是呢？京畿南北大营的职责是拱卫京畿不错，但你见到外敌了吗？来人，即刻去谢相府，告知谢相，南营夜间有兵马异动，称奉命平叛，人数1000余，请谢相即刻以兵部名义核实调令。若属兵部之令，请示兵符；若无，请谢相明示，北营该如何处置？遵命。盯死南营动向，一刻一报，在兵符未到之前，北营一兵一卒，不得擅动。都督，上京城访兼顾，这点人就算手里有王相的命令，真能进去？进不进得去？上京卫指挥司是王相的人，我们一到，城门自然大开。说实话，咱们这些南营精锐，要真对上禁军那帮花拳绣腿，那不是手到擒来？禁军守门的而已。那今夜就当是走一趟夜路，立个大功了。立功，今夜之后，很多位置都要换人做了。老爷，北营来人。北营都督前我来报，南营今夜有兵马异动，约1000余人，已向京城方向行军，对外称奉命平叛。平叛？哪来的叛军？不知，北营未见兵部调令，也未得兵符，都督不敢擅动，特请谢相核实。兵部绝无此令。近月来，京畿并无战报，也未有内乱奏报。南营夜调兵马，这是叛乱。随我去兵部，我亲取兵符，你即刻回报你们都督，命北营立刻整军。我随后便去上京卫指挥司，京城防务不可落入旁人之手。遵命。谢相，这是何意？奉命行事，今夜城中宵禁，任何人不得出门，请谢相多多包涵。南营已入城，禁军在外城阻截，全线溃退。怎么会这么快？禁军死伤惨重，南营来的都是精锐。陛下，禁军怎会如此不堪？这些年，禁军只怕是变了。禁军怎么可能被王崇渗透？王崇虽掌过兵部，但禁军并不归兵部管，但要废掉一支军队，加军饷，加规格，嘘寒问暖，一点一点把骨头磨软。那北营呢？北营为何不动？没有兵符，没有旨意。他若此刻动兵，那才是真的叛乱。谢相已传入宫，却迟迟未至。不是说城中有叛军吗？我只看见禁军。禁军不是守卫皇城的吗？诸位，事到如今也无需再遮掩。御座上的那位根本不敢现身，因为这个皇帝根本是个女人，女流冒充天子，欺瞒宗庙，蒙蔽天下。我等今日所为是正本清源。末将赵兰叩见燕王殿下。赵兰，或者谢观澜，谢仲明之子，谢家长子。末将化名，并无甚意，只是你无需解释，我见过你爹了，他说你不想靠谢家的名声，
想自己在军里混出点名堂来，有骨气。谢家的家风，我信；你的人品操守，也绝不是你表面那副模样。南营并非我嫡系，今日找你，并非疑你，只是以防万一。京畿大营规矩森严，一旦局势骤变，总要有人行一步活棋。此令受你灵机处置之权。燕王密令在此，南营听令，都督煽动兵马，以属叛乱。本都统奉燕王之命，即刻接管军权。燕王的令。那可是燕王。那又如何？都督死了，我们已经杀进内城了，无路可走了。大错已经铸成。朕的南营将士们，今夜南营调动，并非叛乱，乃朕亲授之令。他敢出来？他要是假的，他敢出来吗？右相之子谢观澜，化名赵兰，身负朕之密令，潜伏南营，引蛇出洞，诛杀叛贼，功在社稷。是赵都头。他刚才真杀了都督，可他说是奉旨。朕与燕王早已知晓，国贼王崇久怀反心，私知党羽，渗透军营，妄图祸乱朝纲，倾覆社稷。王崇是王崇谋逆，今夜逆首已服，奸邪已清，此乃天意，亦是国法。南营将士久守京畿之责，今夜之事多有裹挟，并非本心，朕不予追究。陛下，所有士卒各赏银2两，即刻归营，各安其职。南营遵旨。对正级以上将领，今夜平乱，皆有协从之功，各升1级。明日5时复吏部领旨。尔等谨记，天子之恩，所重在民；将士之忠，所系在国，莫负朕心。臣有南营余党名册，请陛下过目。呈上来吧。陛下，臣妾不后悔，愿陛下一切安好。哥，爹爹，这些年一直很挂念你。朕还想陪姚环一会儿。观澜，他最后一句话，你可曾听到了？回去吧，去看看你爹。今夜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你们谢家有恩于朕，朕记着。臣谢陛下。宫里如何了？南营已退，逆手扶助，局势多亏了陛下稳住了，但姚环没了。百密一疏，还是有刺客趁乱要行刺陛下，姚环帮陛下挡了一刀。是我对不起他，我不该送他进宫。爹，这事怎么能怪你？姚环本来就会是个好皇后，最后他说他不后悔，还要我回家。王崇畏罪自杀，收敛，我回去报告。殿下，按脚程，明日午后可至上京。殿下，说， 3日前，南营1000余人入城，围攻皇城。
晋军溃退，情势一度危急。陛下怎么样？陛下无恙。南营都督呢？当夜被南营马军都统赵兰当众斩杀。殿下，最新军报。他亲自登城，传令昼夜兼程，直入上京。小硕，赵儿，苦了你了。姚环死了。我知道，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。她挡在我前面的时候没有犹豫，最后她是笑着的。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想封他为大周德荣郡王。该封，他担得起。这是挑战理智。你前几天站上城楼的时候，理智就已经追不上你了。昭儿，你也不必再伪装了。等孩子出生，你就以女帝之姿昭告天下。那之后，这天下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你已经走到这里了，这天下也该学着跟上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为治天下者，以德为本；定人伦者，以义为先。兹有谢氏姚环，性秉温公，志怀正直，入居恭敬，守礼之分，不以宠进，不以位骄。及京畿生变，逆谋骤起，锋刃猝至，群臣失措，攻为震荡。姚环临危不避，以身当刃，护朕于危难之间，遂以一命之允，全社稷之安。其行也，非以亲贵；其死也，非为私恩。是以舍生取义，得冠归门，以身许国，功在宗庙。朕为公不可以幸论，义不可以明献。今特追谥谢氏姚环为德荣，册封大周郡王，赐金册、金印，列明宗正，载入国史，入皇室之祀，备王爵之礼。呜呼！生以得利，死以一朝，用告天下大周之风。唯德是问，不问其姓；为公是取，不问其身。布告中外，贤使闻之。钦此。陛下，再撑一会儿，跟着呼吸。陛下，快了，已经很近了。赵儿。燕王可以进来了，是个男孩。赵儿，苦了你了。周朝已乱。哦，乱了。女帝的传闻已不再是流言，在周朝是人尽皆知。南营虽已平息，但并非镇压，而是勉强收束。军中有血有死有不甘，表面安静，底下却在发酵。周朝的根基没有看上去那么稳。你之前说过，上一次功亏一篑是因为我北狄的配合不够。若非边境行动拖泥带水，燕王不至于过早回京。周朝那一夜原本可以更乱，可惜阿勒坦不肯，他不愿再扰边，说什么百姓无辜，说什么不是他的仇人。这不奇怪，阿勒坦身上本就流着一半周朝的血，而他的母亲元沁周朝的公主，这样的人怎么下得去死手？既然他不愿，那就我来，我亲自带兵，不拖不试探。这一次要让周朝知道，王上应断。周朝追封谢姚环为王，女子为王这一步若能被天下接受，那女帝之名就只是时间问题了。周人当真能咽下这口气？一旦开始不谈正不正统，就已经晚了。右贤王，你算什么英雄？
屠杀边境的百姓算什么本事？那些人不是杀我父王的仇人。我们若要复仇，就该祭天起兵，堂堂正正与周朝决战，不是像贼一样夜里杀人，烧城就走。你是谁？阿勒坦，这不是义气之争。那你告诉我，这样的胜利配不配祭告父王的在天之灵？臣参见陛下。免礼。今日请二位来，有要事相商。朕是女子，这个孩子是朕和燕王的。朕与燕王并非权宜，不是遮掩，不是权谋，是夫妻。朕爱他，他也爱朕。此事，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之，非为权位，非为名分，但为了昭儿与孩子，我不会后退半步。先帝在时，天下未稳，他选了这条路。谢相，你是重臣，朕知道你应该也有所察觉。臣确实有所揣度，只是这种事不该由臣先说，是否与臣下坦诚，取决于陛下自己是否愿意。所以今日朕决定了，臣不谈谢家的私恩，仅凭陛下这段时日所为，识破王重阴谋，授意彻查南营，身怀六甲却亲临城楼，以一人之身平定兵变，此等胆识，此等判断，皆是帝王之相。臣以为陛下是否为女已不重要。臣谢观澜。兵变那夜，臣见过人心之恶，也见过陛下立于城楼之上，一言以定军心。陛下为帝，实至名归。朕不会回头。你们若此刻退下，朕也不怪。臣不退，臣不退。臣愿为陛下执笔定制，立法定名，与天下共辩此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为治天下者，在其德，不在其行；定社稷者，在其政，不在其性。先帝崩逝，国祚未稳，外敌窥伺，内奸构乱。朕奉遗诏承统，夙夜在公，不敢一日懈怠。朕今明告天下，朕实为女子，然自承统以来，不以私废公，不以情废政。王重之乱，朕识其谋；南营兵变，朕断其源。身怀六甲，仍登城楼，一言而定三军，一身而安社稷。试问天下，若此非帝王之为，何为帝王？皇嗣乃朕与燕王萧硕之子，二人结为夫妇，非为权宜，非为遮掩，唯以国本为先，以天下为重。自今日起，朕以女帝之身，正名正位，朝纲法度，军政百官，悉如旧制，布告中外，贤士闻之，钦此。诸位大人，这道诏书听起来或许惊世骇俗，但今日我只问诸位一件事：皇帝不是女子，尔等如何？皇帝若是女子，尔等又该如何？若无陛下，尔等是为素餐之辈，还能站在此处议事？若有一日他负国法，误社稷，我萧硕第一个拔剑。诏书已宣，法理已立，今日之议已非可否，而是诸位是否与大周共进退？臣遵旨。陛下，既然大局已定，名分既正，陛下与燕王之事，是否也该提上日程？谢相的意思，朕明白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北敌入寇，边境已乱，军报未止，
兵锋未收，此时议大婚，于国不利，于君不安。更何况朕为女子，大婚之礼并无可循的祖制，强行立制只会徒增争议。而现在正是该彻底解决北狄的时候，朕的婚事，朕自己安排即可，不劳谢相操心，也不动用国库一分公帑。臣明白，当以边事为先。传边关军报，从这一刻起，朝廷旨意北狄。周朝那位昭告天下了，女帝名正言顺。你不是说周朝会乱吗？乱已经开始了。哦，本王倒是没看出来。中原有句老话，牝鸡司晨，牝者阴也，晨者阳时也，阴夺阳位。非一人之师，乃气数错行。阴阳一错，五行必乱。阴盛而未崩，必假阳以自持。他立王封爵，昭告天下，是因为他自己也怕乱。大王不妨想想，今日他能以得封女子为王，明日便能以一改宗法，一人伦。到那时，周朝不是乱在刀兵，而是乱在根上。你是说，非臣之言是阴阳之理。兵者，歌也。歌，五行属金，金主杀伐，主决断，主清算。金岁岁运，金气在西。而周朝立都在东，西金伐东木，本就是天道。大王正是金气外露，而周朝正木得当令。可冬日将近，春气将起，木气不是要旺了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才要快。木气出生最脆，若待其枝叶成势，再举金戈，便是以应击应，徒增消耗。此时动兵是斩牙，不是伐林。更何况牝鸡司晨，阴夺阳位，阴盛之势最忌拖延。阴久不破，金气反伤其主。大王若问臣一句实话，此战不是为了胜负，而是为了抢在周朝气运回正之前，把它彻底打断。高于车轮者，杀！听说南边来了信，这种时候两国交兵，大非却还留着敌国的私信，不合草原的规矩。那是家母的家书，并无只言片语涉及军情。是否涉及，本王看过才算数。拿来吧。幸儿，昭儿说仁寿宫年久失修，说是要好好整修。我叮嘱昭儿，外院那片菊林万万不可挪动。
昭儿说他还记得姐姐摘的那些酸橘子骗他，有朝一日他也要阿姐亲口尝尝。他在大周金銮殿上指点江山，倒还惦记着草原上的姐姐，真是姊妹情深。上京下雪了，相比草原上或许还是要暖些。你是大妃，御寒衣物自是不缺，但草原风大，娘望你照顾好自己。我在离宫住着，供奉依旧，身子还算轻健。为娘的再啰嗦几句，大妃该有大妃的样子。看好阿勒坦，看好阿勒坦，轮得到周朝一个落魄太妃来教你怎么当大妃吗？既然她觉得大周暖些，不如这样，我送你母亲回去。你辱我可以，莫要这样折辱我母亲。拔刀，阿勒坦，你为了周朝这一纸废话，要对你的叔叔拔刀？小王子冷静，右贤王只是玩笑。带下去，看好他们。既然心在南边，这场仗，阿勒坦你就不必打了。兵权在我手里，人也在我眼皮子底下。草原上只要没了刀，再大的名分也不过是空壳。你不是说它危险吗？现在看也不过如此。傅汉，我说过要为你报仇，可现在连兵权都没了。阿勒坦，你现在应该想的不该是报仇，而是保命。母亲，你在别人眼中的好与坏，只与他们的利益有关。你符合他们的利益，他们会称赞你，抬举你；而你一旦违背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会打压你，甚至毁掉你。你还是王子，是名正言顺的汉位继承人，你的身份本身就是罪。我的一生中只有一个盛大的夏天，自那以后阳光就陨落了。我羡慕昭儿，嫉妒她得上天眷顾，受父皇宠爱，而我只是一个被世界遗弃之人。我像是阴沟里的老鼠，觉得命运对自己的不公，便想要毁掉世间所有的幸福。往事是一堆灰烬，但灰烬深处仍有余温。一个人风尘仆仆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活着，不要在苦难那里丢掉了快乐，然后又在本应幸福的时候忘记了快乐。你要搞清楚你人生的剧本，你不是父母的续集。娘错了，替你父汉复仇不该是你的人生目标。他若有在天之灵，也只会想看着你带领草原繁荣强大。这是当年我出嫁时我父皇赐下的节杖，它能证明我不只是北狄的大妃，我还是大周的公主。还有在宣府以南，它能保你活着，跟着娘往南走。对娘来说，你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燕王殿下，进。前哨来报，雪夜中巡夜时发现两人，一男一女，北狄装扮，皆已昏迷过去，马也力竭倒毙。什么身份？尚不明，但那名女子带着一样东西。如何处置的？按军制，安置在前营，未怠慢，也未放行。昭儿的姐姐回来了。燕王萧硕参见长公主。你就是燕王？阿勒坎。若你要寻仇，今日不是时候。长公主一路辛苦，府内已备好一切起居和医馆，请入府。
有劳。我来了。怀玉姐姐。什么姐姐？这是你小姨，我的妹妹。小姨。昭儿。听到姐姐回来的消息，我紧赶慢赶，总算赶到了。一会儿去看你外甥袁成。兵权已夺，人却在我眼皮子底下溜走了。我倒是低估了他，一个没兵的王子带着一个周朝的女人，能翻出什么浪？阿勒坦，跟我一道，随你小姨回上京。你现在不是草原的王子，上京在你小姨眼皮子底下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那不是我的地方。你不想去上京？我在草原长大，马蜂、夜鹭、星辰都在那里。就算活着进了中原，我也只是被养起来的一族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没有打算把你留在上京。我和燕王已经商量过了，这一次大周会出兵帮你夺回草原，不是为了私情，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。北狄这些年内斗不休，边境无一日安宁，对你们是消耗，对大周也是。我需要一个稳定的北疆。你要我替大周守边？不是替我，是替你自己。草原该由懂草原的人去管，不是靠屠城，不是靠血祭。等你站稳了草原，我们互开边市，马匹、盐铁、布帛、粮食，按时易换。你们需要的我们给，我们需要的你们卖，不做仇敌，做睦邻。你就不怕我拿回草原就跟你翻脸？怀玉姐姐相信你，这不是大周皇帝的恩赐，是一个姐姐对弟弟的期许，是一个小姨对侄子的信任。这些年，宣府边军与北狄对峙，战况一直焦灼。单论骑兵战力，我们并不输，可我们不熟悉草原，水草在哪儿，沙地有多深，哪条夜路能走，哪阵风会变，这些我们不如他们，所以每一次追击都是冒险，每一次深入都是赌命。我想过出骑兵，也试探过河西走廊的部族，他们不拒绝，但也不站队，所以这些年我只能守。如果从武威出兵往北贴着大漠南辕东进呢？你想效仿霍飘摇、霍去病当年？我想过，但现在不行，河套哨气太密，兵一动就会被咬住。那就不走武威，出酒泉，向北，再向东。这是死路。横穿大漠，进敌，漠南西翼。是在那里休整，然后一鼓作气直插王庭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那里没有路，一旦迷失，全军覆没。你这是送死。这里是我父汉带我走过的路，这是一条只有你能走的路。草原里有狼，沙漠里也有。我提兵3万，从宣府正面出击，将王庭主力钉死在宣府云中一线。我只要3000轻骑，6000马，15日干粮，后段我自己解决。阿勒坦，陛下是你的亲人，但我不是。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？因为这次大战，你我生死未卜。这句话如果现在不说，我怕就没机会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燕王府确实杀了你的父亲，那是我父王做下的事，这笔血债，我这个做儿子的躲不开。如果我们都能活着，大战之后，燕王府将不复存在。你说什么？我会自请削爵，解散燕王府，不再以燕王之名世袭封土掌兵，这不是赎罪，是我个人给你的交代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无意求得你的原谅。好，我信你。活着回来。你们怕什么？我知道，怕迷路，怕缺水，怕沙暴，怕马倒了，人也走不出来。这不是一条赌命的路，我们带了驼队是为了辎重，不是拖慢速度。每10人配1名马官，是为了让马走到最后，而不是半路倒下。带着果酒，能御寒，也能治病。行军速度我都算过，不求多快，只要走完即是胜利。我要带你们走的不是坦途，它虽然并不平坦，充满危险，但可以出现在他们绝对不会想到的地方，给他们最沉重的一击。
我们不是去发起一场战争，而是去结束这场战争。宣府打了多少年，云中耗了多少人，大周和北狄的勇士又有多少埋葬在这茫茫草原？我们去终结它。我不强求你们跟随我，现在退回去，没人会记你的名字，但留下来的人，无论生死，这一趟都会被记住，都是英雄。我能带你们完成这个壮举，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勇士。多谢，这份荣耀不属于我，属于你们。将军，阿勒坦约定出发之日已过5日，我军战马已齐，军械已检，粮草已发放至卫。不求胜，但一定要死死咬住北狄的主力。传令，宣府主力往云中方向展开，步步为营。全军整备，按原定方略出关。得令。报。宣府方向，燕王府大军已整军完毕，主力已向云中一线展开。云中守军未见出城，但与燕王府军形成半日可互相支援的阵势，守得很稳。他这是要打持久战啊，依托城防和补给跟我耗啊。武威方向可有动静？武威附近未见周军。水源呢？水源已全部布控。武威以北至大漠南缘，所有已知水源、季节性水洼，皆有少旗轮班监视，昼夜不间断。王爷，水源固然重要，但还不够。武威以北，大漠以南，虽无大片草场，却分布着零星牧草带。这些地方不靠固定水源，但能让小股骑兵短暂停留，换马补给。我的意思是，不仅要盯水源，还要盯人。这片狭长地带，所有牧民群体，无论大小，每一处都派少旗跟随，有任何异动，立刻上报。同时加派3000骑兵，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。甚好！如此一来，阿勒坦除了插了翅膀能飞，正是王爷明断。宣府、云中，我正面接着，他萧硕要耗，那我就陪他耗。今晨，云中西北方向发现北狄小股骑兵，双方接触后发生短暂交战，结果敌军试探为主，未敢深入，交手片刻后自行退走，我军未追击。做得对，武威方向的疑兵可有动作？已按约定行动，数次派出小股骑兵自武威方向活动，可以与北狄少旗接触，制造动向。可有恋战？有无损失？一触即走，从不深入。很好，知道了。阿勒坦，你到哪儿了？要加速了。明日日出之前必有沙尘暴。沙太干，狼在迁徙，他感觉到了危险。你看，骆驼也开始烦躁不安了。按路程算，古城残垣就在这一带。报正面，宣府方向，燕王萧硕军阵20余日，仅向前推进10里。10里？是。每日少旗侦察频繁，小股接战不断，但周军从不恋战，一触即走。其主力始终依托宣府、云中城防，已经形成可半日护援之势。此外，周军大兴牧土。大兴牧土？是，修建楼、哨塔、巨马，连营数里。这要耗到什么时候？武威方向20余日，遭遇周军10余次。周军一见我方集结，立刻退走。我明白了。那你怎么看？这是故意让我们看到，他想让我们以为他即将放弃奇袭的尝试会在正面出击，但实际上他在等待我们放松武威一线的警戒，所以武威方向反而要增兵。这萧硕这是来打仗的，还是来折磨人的？勇士们，我们一鼓作气，完成这最后的一段。接下来
有零星水源，有草，可以加速了。阿勒坦王子，我服他。北狄牧民营地，正好我们需要补给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你们当中或许有人因多年的战争失去过亲人和朋友。我不要求你们忘记，但出发前我说过一句话：我们是来终结战争的，不是来发起一场新的战争。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挥刀，那么这些人的孩子明天就会举起马刀，这些人的亲族后天就会冲向大周边城。仇恨不会在这里结束，只会换一个名字继续下去。我们需要补给，这是事实，但我们不需要用剑，用这个买大家所需的物资。报，有急时，自西而来。阿勒坦王子已收复漠南草原诸部，各部愿听号令，已完成集结。王子已自西北南三面完成布防，请燕王即刻出兵，自东向西夹击右贤王主力。终于等到了，传令，全军开拔，出击！你来了，果然是你。昔日我高中状元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心想这一番天地大有可为，却因得罪权贵，被贬岭南。我在岭南苟延残喘，直到有一日遇见了出征归来的老燕王，他曾听过我的才气，问我：你生而有义，为何竟愿一生匍匐，形如蝼蚁？后来我便随老燕王回了京，一步一步位极人臣。那时可曾想过会落到如今的下场？所谓命运，就是说这一出戏中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你只能是其中之一，不可随意调换。倘若你在年少时瞻望未来，你会说你前途未卜，但要是你站在终点看你生命的轨迹，你就只能看到一条命定之路。命运并非要你臣服，而是要你理解。直到有一天你回望来路，才发现所谓的偶然其实早有安排。不知道命运是什么，才知道什么是命运。倘若南风知我意，莫将晚霞落黄昏。罢了罢了。小姨夫，阿勒坦，距离上次宣府匆匆一别已是5年，小姨没有亲自去草原看你称汗，不是不愿，而是知道有些路必须由你独自走完。你赢得的不只是一次战争，你赢得的是草原重新选择自己的机会。你曾问过我，仇恨是否真的能放下？我当时无法给出任何答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，真正该被放下的，从来都不是仇恨，而是被仇恨占据的人生。你母亲元沁一生被2个世界撕扯，她替草原承受风霜，也替中原背负眼泪。如今，她终于能在草原的风里自由呼吸。这是你给他的最好归宿。至于我，中原的江山仍然很沉，朝堂仍旧复杂，人心仍旧难测。但只要北疆安稳一日，我便能多守一日百姓的安宁。我们之间不是盟友，不是附属，我们是彼此守望的2个世界。若有一日你在草原看到候鸟南飞，请替我看看风向；若有一日我在城楼听见北风入关，我也会替你记住草色。你不必成为完美的韩王，你只需成为真实的自己。怀宇姐姐在中原遥祝你，愿你所护之地无战火，无饥寒，无孤魂。愿你成为真正的草原之鹰。